Hello，歡迎大家收睇金金貓模型頻道。嗱，今集就係陪你清山積系列啊。HG 高達 Mark II 對 RG 高達 Mark II。咁喺呢度呢，又要多謝我嘅朋友歐先生免費借出珍藏，咁俾我拍攝一集大比拼嘅。嗱，咁我都經常聽到有朋友問，想買一盒1:144嘅 MK2 玩下，但係又唔知道買邊一個版本好。嗱，呢段影片呢會有組裝過程同埋可動示範俾大家參考嘅，咁希望收睇影片中嘅你會揾到一個答案啦。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兩盒模型嘅封面啦。HG 版2015年推出，咁補充一樣嘢，其實呢個 HG 係叫做 Revise 版嘅，而 RG 版就更加係2012年出。屬於 RG 系列嘅初期成品模型。咁今次分享嘅主要係奧光版本嘅白色。不過你哋以為我淨係會製作1:144 Mark II 咁簡單？你哋就錯啦！我朋友係 Mark II 嘅瘋狂 fans 啊！08年發售嘅 MG 名為 HD 版嘅 Mark II 2.0啊，佢都買埋。咁因為當年Z高達 TV 版推出 Blu-ray 碟，咁於是 Bandai 以偏光成形式嘅技術生產呢兩款 Mark II 嘅。嗱，呢兩個封面喺市面上係好少見嘅。咁我會另外再拍多一集 MG 版嘅組裝過程同埋成品分享，再加3個版本嘅 Mark II 大比拼。咁希望大家都會有興趣收睇啦。兩個版本嘅 Mark II 大約用咗2日時間完成組裝，簡單嘅打磨同埋滲線都係我一貫嘅作風。至於黃色嘅件，我用咗金燈 Marker EX 黃金色改色嘅。水貼方面，今次我就用咗大林水貼啦。感覺上硬度方面就比 Bandai 水貼好啲嘅，但係清晰度呢，始終都係 Bandai 最好。咁大家自己衡量一下啦。HG 同埋 RG 其中一樣最大分別就係武器嘅分件，光速步槍、火箭炮。HG 盾牌一件過嘅，而 RG 嘅盾牌係有可動。兩個盾配就係咁嘅樣。HG 嘅武器分件就比較簡單，好適合想簡單砌模型嘅朋友，而 RG 就有小型 MG 之稱，分件同埋細節就比較多。HG 嘅光束槍只有簡單4件分件，非常易砌。而火箭炮亦都只係得4件分件嘅啫。盾牌就由7件分件組成，咁啊記得上返盾面嘅黃色貼紙啦。至於 RG 嘅光束槍同埋火箭炮就分別由8件分件同埋12件分件組成。咁大家如果有留意兩個版本嘅武器成形式 ，HG 係用咗灰藍色，而 RG 就貼近本身動畫嘅顏色嚟做分件嘅，咁即係黑色同埋白色。所以 RG 喺呢方面係贏過 HG 嘅。咁當然你可以自行將 HG 版嘅武器噴油改色啦。盾牌比起 HG 有更加多嘅分件，11件就係佢嘅分件數量。設計上多咗收縮嘅可動，外觀同 HG 版差唔多。3款 Mark II 嘅背件，唔知道大家中意邊個版本啦？介紹身體各部分之前，首先俾大家睇睇正面、左邊、背面同埋右邊。HG 版嘅頭部出風位係需要手油補黑色嘅，RG 版基本上唔使另外補色，而且仲送多一塊面部零件俾大家。HG 版嘅頭部由10件分件組成，而 RG 就有16件。高達 Mark II 作為Z高達動畫上半段嘅主角機，係由泰坦斯開發。Mark II 一開始就係藍黑配色，咁頭一集呢就已經被奧光搶咗㗎啦。之後就改成大家而家見到嘅黑白色。Bandai 都好照顧中意 Mark II 嘅朋友嘅，當一有新版本推出，就會2隻配色一次過發售。嗱，不過我知道有好多師兄都會一次過買晒2款嘅，就好似我朋友一樣。咁啊，證明高達 Mark II 相隔接近40年，都仍然好受高達 fans 嘅喜愛。咁唔知道你又中意邊一款顏色呢？不妨留言大家交流一下。
兩個版本嘅身體部分外形差唔多，可動方面擺動嘅角度大家都一樣㗎喇。唯一唔同就係 RG 版本嘅駕駛室係可以打開嘅 ，HG 喺呢方面就做唔到啦。腰部嘅設計細節上一定係 RG 比較多一啲。HG 嘅前裙甲零件記得要剪開啊，咁令到佢哋有獨立嘅可動。側裙甲只係得少量嘅可動嘅啫，而後裙甲就係固定嘅。RG 嘅前裙甲向前拉起角度比起 HG 版為少，側裙甲就比較多。咁而後裙甲亦都可以拉起嘅。前裙甲嘅接駁係成個 RG 嘅最大缺點啊，係好鬆嘅。咁大家可以見到佢嘅設計只係以一個好細嘅正方形做一個裝位。HG 身體由14件分件組成，而 RG 連埋骨架就由20件分件組成，亦都係首先咧砌比較簡單嘅 HG 啦。咁其實成個 HG 版嘅 Mark II 除咗武器分析唔啱之外，其他部分需要用貼紙保釋嘅地方唔多嘅，絕對係好適合初次接觸高達模型嘅朋友買嚟作一個組裝體驗。RG 版嘅 Mark II 說明書表示身體嘅骨架喺前後夾之前係要連接埋手臂嘅骨架嘅。咁如果習慣分開每個部分嚟砌嘅朋友要留意一下啦。RG 係有小型版 MG 之稱，HG 版冇嘅細節，例如駕駛室，RG 版就有做俾大家嘅。其實說明書係鼓勵大家砌好晒成個骨架先至上各部分嘅外甲，但係由於我要拍攝俾大家睇，先至分開每個部分嚟砌。咁結果就分咗心啦，好似而家咁樣，身體呢兩件零件方向裝錯咗，咁我就要重新拆開再裝好。RG 初期嘅骨架件呢，感覺上係比較脆弱嘅，如果要拆開，好大機會係爛件嘅，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HG 腰部由13件分件組成，而 RG 就由19件分件組成。嗱，希望大家唔好嫌我多口啊嚇。雖然 HG 真係比較簡單，但係建議最好都係滲一下墨線，咁好讓成個模型係有更加多嘅細節嘅。前裙甲頭先都有提及過啦，記得一定要將佢哋分開，唔係嘅話擺 pose 嗰陣係會好怪嘅。RG 唯一要注意嘅地方就係骨架嘅部分，大家可以留意到前後裙甲同外甲嘅組裝，只係以一個好細嘅正方形裝咧嚟做連接。咁用力撳落去嗰陣要注意，唔係嘅話係有機會扼斷嘅。咁另外，當腳部一向前舉起，前裙甲有經常跌件嘅問題。咁可能 Bandai 都知道問題嘅所在，近年推出嘅 RG 都好少再見到咁樣嘅設計啦。跟住就係腳部嘅比較 ，HG 腳部向前提起冇問題。向後最多只可以嚟到呢度，腳部合埋最多做到咁樣嘅啫。至於 RG 嘅腳部，由於我要遷就前裙甲，最多只可以咁樣。而向後就由於後裙甲有可動，所以就有更加多嘅伸展角度。腳部彎曲可以合得埋，但係大家見到啦，前裙甲真係好容易跌嘅。嗱，呢一點係成個 RG 版嘅最大缺點啊。HG 嘅腳掌可以向左或者向右扭動，RG 腳掌可以變成咁樣。嗱，兩個版本嘅腳部都可以有咁樣嘅扭動嘅。大家而家見到嘅就係 HG 同 RG 嘅腳部分件。初期嘅 RG 模型都係生產呢一款一體成型骨架。我手指指住嘅軟線同埋套都係參考 MG 版嘅。咁安裝嘅位就係呢度啦，同埋呢個被外甲遮住嘅地方。嗱，我喺呢度咧都想反映一啲朋友嘅感受嘅。咁佢哋表示腳部嘅設計始終都係舊代嘅機械人合理啲嘅。咁如果腳部唔夠強壯，又點樣承托上半身嘅重量呢？嗱，有師兄表示過近代嘅機械人設計，包括高達太擬人化啦。咁又或者要遷就 Bandai 推出玩具，就令到好多機械人嘅整體比例咧都變得好唔合理。
咁至於呢個 HG Mark II 雖然都有將腳部修飾過，但係始終咧都仍然保留住動畫嘅味道嘅。砌 R 字嘅腳部，大家一定要跟住說明書嘅指示去裁剪網套同埋軟線。佢話2cm就2cm，最好真係拎把間尺嚟度。咁因為提供嘅軟線長度係啱啱好俾腳部同埋之後砌嘅背包嘅，唔會有剩餘物料。如果真係剪錯咗尺寸，就只可以揾近似嘅物料代替啦。其實呢一點都算係呢一盒 R 字嘅缺點，所以2015年推出嘅 HG 就取消咗呢一樣嘢，就係呢一個位。其實扭上去呢係成日都會跌落嚟嘅。咁大約嚟到呢個位啦，兩個預備好就可以裝上骨架啦。唔可以太長，又唔可以太短，唔係嘅話連骨架都上唔到。另外我聽聞有朋友喺扭動關節嗰陣係會因為受力嘅問題而令到零件受損嘅。嗱，所以我砌嗰陣都要非常留心。其實我幾年前呢曾經試過砌 R 字版本嘅6渣嘅，就出現咗扭斷嘅情況。咁普通嘅模型膠水呢係冇任何黐力嘅，咁最後我都係要買補件。不過最後嗰隻渣古我都係放棄咗，咁因為大髀個位呢太容易跌件啦。呢個 Mark II 除咗前裙甲之外，所有身體部分嘅零件都非常穩陣。咁有師兄表示過呢一款 Mark II 係 R 字系列初期最成功嘅一款，分件出色，保色嘅地方亦都唔係太多，有啲外甲更加係帶一啲裂甲嘅味道嘅。咁唔知道都有買呢一盒模型嘅朋友認唔認同呢一個講法啦？腳部嘅組裝就嚟到呢度啦，接住落嚟就係手臂嘅介紹。HG 版同埋 R 字版嘅手臂可動能力兩者都係差唔多，咁亦都係一貫嘅基本操作啦。不過 HG 嘅膊頭甲就冇任何可動啦。當然兩個版本亦都可以揸拳啦。R 字仲有一個優勝之處，就係有提供一個一體成型手掌，左手開掌同埋揸槍嘅手型。呢啲分別就係 HG 版同埋 R 字版嘅手部分件。HG 嘅雙手由30件分件組成，組裝亦都係非常簡單。雖然頭先講呢個版本嘅膊頭甲係冇任何可動，但我覺得對於佢擺 pose 嘅影響唔係好大。因為高達 Mark II 喺動畫裏面太誇張嘅 pose 其實唔多嘅。咁而 R 字嘅雙手就由48件分件組成。咁喺砌之前記得要睇說明書嘅指示嚟扭動骨架。咁記得要小心，唔係嘅話就恨錯難返啦。講咗咁耐啦，大家如果有跟說明書嘅步驟嚟砌，其實係好有砌 PGU 高達嘅感覺嘅。咁當然骨架同埋內扣呢一個 R 字 Mark II 唔能夠同 PGU 高達相提並論啦。咁之前都有提及過，呢個骨架嘅膠摸落去感覺上真係比較脆弱嘅。呢一方面對於 R 字初期嘅模型係比較可惜嘅。咁唔知道將來會唔會再用而家嘅 R 字技術，再一次推出一個 Mark II 2.0呢？最後就嚟到背包嘅分享啦。HG 版嘅背包可動最多只可以咁樣。而 R 字版嘅活動範圍就會多一啲，大家可以睇得到兩者嘅分別。HG 同 R 字嘅背包分件就係呢啲啦。嗱，我相信大家都應該知道 Mark II 係可以同 PB 限定發售嘅脂肪衛號合體變成超級高達嘅。咁究竟佢能唔能夠合上呢一個 HG 版呢？呢一個就係答案啦。當然 R 字版 Mark II 都得啦，但係就要用附送嘅零件先至可以合體。嗱，估唔到脂肪衛號 Bandai 都要放喺 PB 預訂嘅。咁大家都知道1到4點鐘開訂就會缺貨噶啦。有時候真係好想知道究竟有幾多真正玩家係訂得到自己想要嘅玩具呢？嗱，其實如果中意 Mark II 嘅朋友都一定會入手脂肪衛號嘅。嗱，我知道有好多朋友而家呢一刻都係買唔到。所以有時候真係唔明白 Bandai 嘅銷售策略係啲乜嘢。
無論點都好，都希望有關方面真係可以聽下我哋甚至其他地區朋友嘅心聲。就算你放喺 PB，都唔好俾一啲機械人程式搶購一空啊！諗多一啲正面嘅方法去幫助我哋呢啲真玩家。如果個個都要食炒家嘅炒價，最後名聲受損嘅只會係 Bandai 自己。你都係想揾我哋嘅錢啫。喂，我想俾你賺啊，但係你都唔俾機會我去買。咁希望 Bandai 可以計劃一下啦。今集嘅內容就比較長，希望就唔會悶到大家。咁嚟到影片嘅結尾，大家睇展示 pose 嗰陣再作一個總結。兩個版本嘅 Mark II 各有優點同缺點。HG 版外形非常接近動畫嘅設定，分析方面除咗武器之外，基本上係達至完美分析。雖然都係要少量保釋，但都係可以接受嘅範圍裡面。咁而 RG 版外觀有更加多嘅細節，分析分件亦都係最好嘅一個版本。當然可動亦都比 HG 版優勝啦。但係最大嘅缺點就係前裙甲容易甩，同埋組裝腳部同埋背包剪軟線嗰陣嘅嚴謹步驟。兩個版本嘅價錢都差唔多。咁至於你問我會推薦俾大家買邊一個版本，嗱，我會傾向 HG 嘅。咁始終好少出現跌件嘅情況啊。當然大家可以好似我朋友歐先生咁樣，全部版本都買啦。嗱，我會再拍多一集 MG 版嘅。咁當然要睇一睇呢一段影片嘅反應啦。如果中意我呢一段影片，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留言講下你嘅感受。最好當然係分享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未訂閱嘅朋友，希望你會訂閱我呢一個頻道啦。好，下集再見。